行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那雾霾的状态里面，我们就生死轮回，不断的制造这些问题，不断的制造这个伤害。伸手不见五指，你一开车马上就撞人，不然的话就是撞别的车子，看不清楚吗？所以呢，慢慢的清楚了以后，我们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，很自然的。所以这些人，这些禅师啊，或者是开悟的人啊，开悟了以后呢，完全显现了，至少呢，那个雾越来越薄了，看清楚了，它的这个功能发挥出来了，他们也明白了，所以他不会再制造这个轮回。他知道说，不是这样的一回事，我们以为是这样的一回事，就是因为看不清楚，所以车子一开出去就到处闯祸嘛，前面看不清楚，我们把这个灯光一盖起来，你们走到里面就到处把我们的桌子椅子都撞翻了。灯一亮还是有，但是你就不撞它了。所以我们的心一悟呢，所有的这些伤害啊，或者是种种烦恼的行为，他就不做了，他很自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任运自然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把你的六根放出去，它不造业，它出的境呢，就是像大圆镜一样，全部清清楚楚。然后回应的时候也是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而它的功能、它的作用本身如如不动，所以定慧一体了。所以呢，在这边讲定为慧用，慧为定为慧体，慧为定用，就这个意思。就像大圆镜一样。那么它在哪一个譬喻？什么譬喻呢？一个灯，这个灯点了它就亮，它不点的时候我们不叫灯。所以灯和光是不能分开的，它是一体的。那我们是分开的，所以没有点，所以有灯在那边，但是没有亮。那所以呢，就变成不是一体了。那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就很明显了，所有的方法一定回到所有的坐禅、禅定，外内，一个是照，一个是默，一个是慧，一个是定，所有的方法专注觉照，这个是我们用功的基本的原则。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你做到这样？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你让你的安定和清明的作用慢慢结合统一的话，这个方法就对了。所以默照跟禅默照是比较后期讲，禅没有方法，默照也没有方法，无法之法。没有方法就是所有的方法都可以成为方法，无法之法，法法可法，每一个方法都可以成为方法。怎么样呢？回到这个原理来，回到这个原则，回到原理就回到自性清净，回到原则就回到定慧一体，默照同事。所以这个是原则。那么用功的技巧，就所有的修行采取的方法，每一个方法你在用的时候，一定是专注觉察，一定是止观双运作。所以有方法了吗？有了。你用什么方法都是技巧，这个技巧依这个原理，依这个原则在运作，就是禅法了。所以看起来就很简单。那么这个简单里面，我们又要面对一个问题，不是每一个方法你都能够用得上，所以你就要看自己的状态，又要回到你的觉性，有自觉。用功的人没有自觉，没有办法用功。所以没有知觉呢，就是不回到自己当下的因缘来观察。只要追出一个最高明的方法，能够让我顿悟马上开悟的方法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有用的话，六祖坛经不知道多少人读的都要开悟了，我们读了就不开悟，为什么呢？响应不到。佛陀讲因缘生因缘灭，好多阿罗汉听了就开悟了，就偏偏我们听了不开悟。所以这个方法对你来讲绝对不是最高明的方法，不是最好的方法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乖乖守戒，正语正业正语，
现实生活中把自己照顾好，然后禅修正念正定，一步一步来。然后禅修的时候呢，找不到呼吸就是表示你身体不够放松，姿势也调得不够好，放松，把身体调好。然后觉察到呼吸了以后，可以用呼吸的方法专注呼吸，觉照呼吸。做得不够好，断断续续的，就用数的方法，然后数随止，达到一心。这些方法对你来讲有用吗？有用，那是最好的方法。告诉你禅是什么，定是什么，外不乱，内不乱，听不进去，用不上去，都不是最好的方法了。所以你要有自觉了。所以我们就回到自己本身来观察，我现在到什么程度，我哪一个方法用得上，然后你记住，你只要那个方法用得上，你不要在数息的时候整天想着水洗什么时候来，那叫未来性，不可得，不要去得。然后你就老老实实的数你的呼吸，老老实实的放松到一个状态，觉察到呼吸，专注在呼吸，觉照呼吸的时候，断断续续，做得不好，加数目字，从1数到10，慢慢的数到越来越清楚的数目字自己慢慢的脱落，然后就随这个呼吸专注和觉照统一，跟呼吸慢慢的统一，到最后你的心凝聚统一了以后，你不要动了，把呼吸放下就止了。那一步一步来，你不要现在知道下一步，你就一直在等下一步，那就变成未来性。所以你就当下用功，然后在当下用功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说我现在这样用功，到时候呢怎么办？或者是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应该发生的，它就发现了，因缘成熟。然后你说我学到这个阶段，因为那个教我的只是一个法师教这个普通禅训班而已，他教我的方法，我用了以后还有老师嘛，你也不要担心，你用功用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讲到，你的心就慢慢的带入到那边去，然后你会发现到说，你学到那边的时候呢，因缘具足的时候，老师就出现了，所以你就一步一步的跟着学。那么一步一步的学是自己本身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做，一点都教不来。所以六祖能够跟这些弟子说这种法，我们说这些弟子都是立根，他这个立根不是他生下来就立根。你看每一个禅师都30年、20年的功夫在用功修行的。我们近代的，我们常常拿他来做例子的虚老和尚，20岁出家，50几岁才开悟的，人家修了30几年，那30几年每天都在用功的。如果我算我们的时间，他30几年，我们300年都不知道有没有用功用到那个程度。因为我们没有每天用功，他几乎是每一个念都在用功的，他真的是完全放下。你看在他修行的过程中，好几次呢濒临死亡，他还是照样用功，完全没有放下。然后到甚至开悟前的那个参禅的过程，人家都要帮他，他都不理，掉到水里面都差一点死掉了，身体虚弱的不得了。进禅堂本来是叫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，但是他做不来，他也不告诉人家他身体生病，人家说你只要讲生病就有很多优惠，他连那个都不要。到最后他才有这个体验了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些呢都是很清楚的，所以整个禅法里面呢，包括这些内容都很清楚的传达这个讯息。我们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理解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用功就对了。那方向很明确了，知见具足了嘛？我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嘛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回到自己本身的当下来用功。当下是什么因缘？我们具备的是什么条件？那个就是我们的根，从那边起来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也不要担心，因为禅师呢，参禅的人呢，在参禅的过程中，
没有想到未来要到升，未来升到哪里去？没有一个禅师挂碍未来去哪里？未来心不可得。所以你问这个老师，你死了到哪里去？老师会告诉你，他不知道。你修得那么好，为什么不知道？我还没有死啊！我一死我就知道我要去哪里啊！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告诉你。那现在还没死，怎么告诉你呢？所以你看禅师他所有的禅师，我们看到的没有一个挂碍未来的。没有一个说死了要去哪里啊，要怎么都没有的。为什么？你不需要去挂碍这个问题的。时间到了，你就知道。那我们是时间没有到去挂碍，像我常常教一些学生，考试现在考3个月以后成绩揭晓。他这3个月是每天都睡不着觉，挂碍3个月以后他要考什么成绩？你们可能都经历过。我们是考完试，书也还给老师，读过的东西也还给老师，考卷也丢掉了，什么都丢掉了。3个月以后成绩揭晓才去看，考到2等文凭，也不错，去当老师吧，去了。那我们一些同学呢，考完试以后呢，就对答案。对了答案回去就睡不着了，因为拿不到最好的成绩。然后3个月以后，不小心他竟然考上最好的。你这3个月不是白担心？然后呢，3个月以后果然考不好，考不好才来挂碍嘛。你现在就先挂碍3个月，吃不下睡不着，干嘛？所以呢，死亡还没来，你担心什么？挂碍什么的？你就是好好修行嘛。所以我们考试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常常说考试完了以后那一段时间呢叫什么？是蜜月期。我们可以去玩啊，因为成绩还没揭晓，也不知道将来要往哪个方向去，就先去玩啊，开心的玩一阵子，成绩揭晓再来打算，考得上继续读，考不上找工作，还不简单吗？本来就这么简单的嘛。所以你修到那个阶段的时候，成绩揭晓了，一口气不来就成绩揭晓，要往哪里去？到时候才打算。他肯定有一个方向给你去，我们一定往生的嘛。那只是到哪里去而已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见解，只要你具备正见，你就不要担心，正见一定会把你带到你应该去的地方。所以你们会来学佛，不是现在才来的。你们已经具备这个学佛的条件，这个知见。所以有些人一听到阿弥陀佛4个声音，他就来学佛了。那有些人呢，经过这个外面看，这个地方好像有点不错哦，来看看，他来学佛了。因缘他就会显现，适当的时候显现，你就来学佛了嘛。所以你担心什么呢？我发现很多学佛的人啊，天天想那些事情，才真苦恼。那禅修，你看禅师，我不谈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当下，我现在是什么条件？我就好好的修，就这个就是全部了。专注觉照，全部在这里。你现在能够做到这样的，就是三昧了。那专注觉照了，一心在用功修行了，用什么方法都可以。动态中可以用功吗？可以。做什么事情你就好好的把那个事情做好。心有点散乱的时候，把佛号提起来。情绪有点波动的时候，注意一下你的呼吸，就在用功了吗？然后有时间静静的坐下来，调一调身体，放松一下，然后用方法调一调心，让专注觉照的作用更凝聚。那基础的功夫用好了，它就随顺到日常生活里面去运作。心越来越清明的时候，这些杂染的干扰就越来越少，你造作恶业的这个机会
自然就减少了，你很自然的就会去行善，没有人逼着你去，你就知道有一种力量告诉你要去做，什么事情你就去做。你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嘛，然后那个时候你比梁武帝还厉害，梁武帝造庙度生还要求功德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再求这个功德，你就真正在用功修行，就在修禅了吗？很难吗？不难。好，现在大家呢就学着去做吧。好，这个六祖呢太高明了，那我们从这边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智慧，所以呢，我们了解了以后，就要到生活中去，就到我们的行动里面去了。好，时间有点过了，就讲到这里。